好了啊，我们说完了这一部分啊，特殊规定的 IP 地址，我们接着来看，还有一部分 IP 地址不是不让用，而是这个东西有特殊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私有 IP 地址。这个私有 IP 地址是什么呢？是大家谁都可以用啊，我们可以配置上去。比如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可以看到是192.168.1.1，对吧？是以192.168开头的这么一个 IP 地址。那么对于这个 IP 地址来说，这段地址啊，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私有地址，它只能用在你个人啊，或者说一个小型网络的网络内部，你可以用，但是这些地址不能连接 Internet。啊 ，Internet 上是不认这个地址的啊。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家里有无线路由器啊，某个品牌的啊，不管是谁吧，反正基本上都是192.168.1.1，对吧？我家里也买了一个跟你相同的，我觉得你那个用的挺好用，是吧？我也买了一个，那么我也用192.168.1.1。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它就违背了我们开始说到的 IP 地址的这个功能，唯一标识一台网络设备。那么事实上，这个里边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你家里边，你有192.168.1.1，在我家里面也有192.168.1.1，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你家的和我家的这是两码事儿，但是在 Internet 上它就分不出来，Internet 也不看户口本，对吧？所以说它也分不出来到底是谁家的，那怎么办？所以说私有的 IP 地址是不允许用到 Internet 上去的。那么我们对于 IP 地址的规定，私有 IP 分了3个部分啊。第一段 IP 以10开头的啊，如果你看到以10开头的 IP 地址，它是第一段私有 IP， 不能在公网上啊，或者说 Internet 上运行。第二段是什么？第二段注意这个地方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是172.16。啊，一般我们认为172.16的地址都可以，都是私有地址啊，不可以在这个 Internet 上。事实上，这一段地址的范围是172.16到172.31，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172.20点几点几的这么一个 IP 地址。注意，172.20是不是落在了16到31之间啊？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说172.20它也是一个私有 IP 地址。啊，这一点要注意，很容易被忽略掉，因为我们最常用的就是172.16了。第3个啊，大家喜闻乐见的，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忽略掉是什么呢？是192.168开头，从0.0到255.255，也就是192.168点什么1.0啊，什么2.0啊，什么100.0啊等等一系列的地址，反正你看到是192.168的，那么它都是私有 IP。啊，这3段是大家都可以用，你可以配置得上去，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连接 Internet。好，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掩码。为什么要有掩码？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要有掩码。掩码的作用是区分一个地址的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说这个是不对呀。刚才我们在说这个 A、B、C 类的时候，我们说 IP 地址要一部分叫网络位，一部分叫主机位，而我们已经将其区分了。网络位就是说明你是哪个部分的，主机位是你是那个部分里的编号多少，仅此而已。那么我们说如何去区分呢？好，我们规定了 A、B、C 类，然后说 A 类怎么样，前面几个是网络位 ，B 类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已经区分完了，为什么还要有这个掩码去做进一步的区分呢？事实上是这样的，对于计算机或者说对于一些我们的设备来说，它其实在看这个地址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说直接可以看到说是这是一个 A 类，还这是一个 B 类，然后我通过这个类型来去进行一个判断。大多数的设备不会这样，那它怎么样呢？它需要有一个东西来计算出来哪部分为网络位，哪部分为主机位。这个时候，你光给它一个地址，比如说你给它一个我们说给一个 B 类地址172.16.1.1。你光给它一个地址，它不知道哪些位是网络位，哪些位是主机位，怎么办？你必须给它一个辅助的工具，让它去知道，哪些是网络，哪些是主机。在这儿，我们给它的辅助工具就叫做掩码，英文叫做 mask，或者叫做 masking。mask 其实在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应该叫做面具，就是万圣节戴的那个东西啊，都叫做 mask。好了，那么一旦这个东西出现了以后，该怎么用呢？注意 ，IP 地址的掩码或者我们叫做 IP 掩码有2条规定有2条规定。第一条，
被一遮盖住的部分，注意看啊，掩码的网络部分全都是一，也就是说，这个掩码首先第一个32个 bit，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 IP 地址多大多长啊，多少个位，那么掩码就得多大多长多少个位。IP 地址32位，所以说掩码也是32位的。第一啊，掩码是32位的。第二，掩码规定，凡是跟一有关的，或者说是被一遮盖住的部分，那么它就叫做网络部分；凡是被零遮盖住的部分，就叫做主机部分。事实上，对于一个计算机来说，或者说对于一台设备来说，它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有一个 IP 地址172.16.1.1，那么它事实上会在这里边写一大堆的二进制数啊，一个32 bit 的二进制，然后你再给它一个掩码，掩码里边啊，我们经常看到的掩码，比如说255.255.0.0，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也换算成二进制，又是一大堆的二进制。然后他把这两个二进制呢去做一个运算，啊，做一个语运算。然后我们通常情况下认为，啊，在这里边255.255，那么255这是8个一，这个又是8个一，然后后面全是零，啊，后面全是零。然后我们来计算，那么被一遮盖住的部分，这一部分就是网络位，被零遮盖住的这一部分就是主机位。它是这么来区分哪部分是网络，哪部分是主机的。所以说呢，掩码的第一个规则啊，掩码的第一个规则就是说，32 bit 的一个数值啊，首先它是32位的，然后对于掩码来说啊，对于掩码来说，那么被一遮盖住的部分是网络部分，被零遮盖住的部分是主机部分。那么在我们这儿，对于 B 类地址，刚才我们给出的172.16.1.1这个地址来说，它的掩码标准掩码应该是255.255.0.0，也就是说前边的16位，255是8个一嘛，这边啊一共是16个一，那么后面是16个零，所以说前边的16位为网络位，后边的16个 bit。啊，后面的16位为主机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得到，前边和后面是不一样的，啊，前边和后面是不一样的，一部分是网络，一部分是主机。这只是掩码的第一个规则。其实 IP 地址的掩码还有第二个规则，什么规则呢？掩码的1和0必须连续。IP 地址规定，掩码必须以1开头，不能以0开头啊，至少第一位应该是1，然后必须是连续的1，注意它有连续性要求，不能中间冒出一个0来。如果中间后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了0，那么一直到完必须是连续的0，不能中间出现1了。IP 的掩码是要有连续性的要求的，这一点大家经常忽略掉。好。所以说，你看到的掩码都是255.255.0.0，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掩码是255.255.255.0，三个255，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个255的这种方式，你绝对不会看到这样的掩码255.0.255.0，你绝对不会看到这样的掩码，因为这样的话1和0是不连续的，所以说 IP 地址的掩码是要求连续的。好，下面我们来看网络的掩码。我们片子上面给出了一个 IP 地址192.168.1.100，首先我们要判断它是一个什么类的地址，按照 A、B、C 类划分的话，它是一个 C 类地址，192.168嘛，它是一个 C 类地址。然后对于掩码来说其实这个地方不应该叫子网掩码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出入的。当然你叫子网掩码也可以，后面我们会统一这个称呼。在目前看来，我们这个东西就叫做掩码。那么它的掩码是什么呢？前面的24位，对于 C 类地址来说，前面24位为网络位，后面的8位为主机位。所以说我要再给它写24个1，这些全都是1，一共是24个，后边是0，一共是8个。
被1掩盖住的部分就是网络位，被0掩盖住的部分就是主机位。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掩码的计算，我们就得知，好，你是哪个网络的，或者说你是哪个部分的呢？你的部分是 192.168.1， 这代表了你的网络位，然后主机位全填0代表了该网段或者叫做该 IP 子网。那么在这个里边啊，你的网段就是 192.168.1.0。这就是你的网段。我们说你属于哪个网段的呢？啊，或者说一个主机啊，这个主机你属于哪个网段呢？注意，要看到掩码进行计算以后，才能知道，哎，它到底属于 192.168.1.0 这个网段。在这个网段内，它是编号第100的一个主机，啊，这就是 IP 地址最基本的含义。好。下面呢，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进制的转换。在我们的网络里边啊，或者说在我们的网络技术里边，我们的进制啊，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叫做2进制。那么2进制，也就是说逢2进1，那么它只有2种取值可能，要么是0，要么是1。这个是计算机内最常见的，计算机也只能处理2进制的数据啊，别的其实它都处理不了的。第二种我们最常见的。第二种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第二种是10进制。啊，我们天天用到的这些数值，什么15啊，什么255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10进制。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反正大家都平常很常见。第三种是什么呢？偶尔我们会用到16进制。注意，如果我们用到16进制，我们会以一个0x 开头来表示这是一个16进制的数值，后边再写什么32啊？如果你看到0x32，那么说明这是一个16进制的数值，数值是32。注意，在这个地方就不能读成32了，而是16进制的32。啊，一般我们都这么读，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32，它这一位呢代表了16。啊，那么16进制的一个数值啊，或者说一个字符可以代表16个，从0到9，这是10个，那么剩下的呢 ，A 到 F，A 代表10，B 代表11，C 代表12啊。注意，我们重写一下，0到9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写到这儿 ，A、B、C、D、E、F。啊 ，A 代表10，B 11，C 12，D 13，E 14，F 15，从0一直到15，刚好是16个数字，啊，所以说我们在16进制的表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 A、B、C、D、E、F 这6个数值，啊，这6个数值。那么16进制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其实应该是 MAC 地址。我们看到的 MAC 地址，比如说01啊，或者说啊不对啊，我们一般看到00-C0- 什么 EF 对吧？然后01-3C-4B 啊，一般我们在家里边，如果你怕别人蹭网的时候啊，你会给绑一个 MAC 地址。那么你看到的 MAC 地址，多数都会有这些 EF， 就是 A、B、C、D、E、F 这6个值。啊，那这6个值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16进制所代表的一个数值。啊，说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进制呢？啊，这个里边它其实有不同的表示方式。计算机呢，由于自己呢对于2进制的处理是最快速的，或者说它的门电路就只有2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只能用2进制来表示。而10进制呢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也是最习惯使用的。16进制呢，我们可以表示的范围呢会更多，就是一个数值。啊，一个字符会表示更多的这个数字，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几种方式下，啊，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好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进制转换，我们主要介绍2进制和10进制的转换。那么对于一个8位的2进制数值来说，啊，对于8个 bit 或者叫做8个位的2进制数值来说，我们通常可以让8个 bit 的2进制数值。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从0到255，一共256个数值，啊，那么对于每一个位，要么取1，要么取0，
啊，对于每一个位来说都是要么取1，要么取0。那么对于每一个位，它代表多少呢？这样，第一个比特位是2的0次方，第二个是2的1次方，以此类推，第8个比特位是2的7次方。2的几次方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能算得出来。那么所以说每一个比特位如果至1的话，在这一位上代表多少呢？是1、2、4、8、16、32、64、128。啊，这个是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了。啊，这个是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了。然后你把这些值都加起来，它的总和就是255。啊，你把这些东西的总和加起来就是255。那么下面我们给一个例子啊，我们给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进制的转换。那么首先这个例子呢，8个比特位啊，一个8位的二进制值，但是呢它的取值呢是11101001。啊，8个比特位，每一个比特位要么取0，要么取1，反正是不大一样。那这个二进制数值换算成十进制表示为多少呢？我们来看，这一位为1，所以说呢就是乘1。啊，我们说了，2的0次方，这是1次方、2次方、3次方嘛？啊，这1、2、4、8、16，对吧？然后这一位为1，那就是1乘以1。这一位为0，那么就是0乘以2， 0乘以4。这一位为1，这一位代表的是8，所以说是1乘以8。然后再往后以此类推，把每一位都用自己表示的二进制所表示的0还是1去乘上你这一位啊所代表的十进制数值是16，是32还是8还是4啊2的那个几次方，乘完了以后得出来这样的一段，然后把所有你得到的这个十进制的结果相加起来啊，看我们这儿128加64加32，这个16变成0了啊，对吧？这一位是0了，不加了。然后这儿再加个8，加0加0再加1。好，一共把它们都加起来以后，最终得到的和是223。所以说这个二进制值最终代表的十进制数值是233。事实上呢，我们的程序也好，软件也好，对我们体现出来的是233，而对于计算机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二进制数值。好啊，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十进制和二进制的转换。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东西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的 IP 地址啊，后边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个二进制和十进制的整个的一个转换。比如说啊，我在这儿写的192，你转换成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二进制向十进制的转换，通过二进制往出算十进制。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十进制算出二进制来？或者说啊，我们如何把这个东西变回去啊？或者说计算机内给你一段二进制，你怎么把它变成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IP 地址呢？啊，在这儿，好，首先我们来看，计算机给我们是这个，啊，计算机给我们一段二进制的数值。然后我们每8个数值分一组，分了4段，然后每一段把二进制算成十进制，按照刚才那种计算方法，那么11000000算出来是192，这个1010101000算出来是168，这个00000001啊，那么就算出来是1，这个0000101011，那么算出来这个结果是11。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段地址代表的 IP 地址是192.168.111，然后你把这个地方点上点儿，就是我们看到的 IP 地址192.168.1.11。当然了，可能有的同学呢觉得二进制和十进制的计算还是比较麻烦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担心。那么在我们的 Windows 里边啊，是有一个这个计算器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这儿啊，我们可以点所有程序，然后呢，在附件里边，对吧，有一个计算器。注意，这个计算器呢是这样的。默认的应该是我这个是 Windows 7啊，默认的 Windows 7的计算器呢，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标准型的计算器。那么在这个计算器里面，你只能算十进制的加减乘除是不行的。那要怎么样呢？查看，然后程序员。注意，
程序员型的计算器，你可以看到有 A、B、C、D、E、F 了啊，这个是一个可以做10进制、16进制以及2进制转换的。如果你是 Windows XP 系统，啊 Windows 8的这个我也不太熟，啊，如果你是 Windows XP 系统的话，那么你需要在那个计算器里面点击查看是科学型，啊，但是在 Windows 7里边科学型是不行的，你必须点击成为程序员型。好，不管怎么样，你在这儿有了这个以后，看到这个位置了，啊，这个地方有16进制，有10进制，有8进制，有2进制。8进制我们很少用得到啊，所以说我们也不怎么去提它。10进制，你说，哎，题目上我们看后面这个啊，看后面这个题目，说这儿给了我一段2进制数值是1010101000，我把它想换成10进制，怎么做呢？好，你先点一下2进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黑了，只有这个1和0能用。好，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给我的是10101010101010，这是给我们的2进制数值。然后你只要点一下10进制，它自动的会把这个东西给你换算成168，啊，它自动的会给你换算成168。或者说啊，我们把它 C 掉。我们把它 C 掉以后，我们说另外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说这儿有一个值是192，我要把它换成2进制是多少呢？那你先点一下10进制，写192，然后点一下2进制，这个时候它会告诉你啊，192的2进制是11000000，哎，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啊，跟我们这儿是一样的，这呢我们就对上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大多数同学来说，大家不必要去刻意的去练习这个2进制和10进制之间的转换，啊，通常情况下，在工作中我们都会有2进制和10进制用计算器来完成，但是在某些时候，大家还是需要去简单的熟悉一下2进制和10进制到底是如何去相互转换的。啊，这个东西需要大家多多的去练习。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数值，然后把它换算成2进制。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